有想象过，在像日本这样严谨的国家，居然曾经有一座岛，在所有地图上都找不到吗？这不是都市传说，而是真实发生在广岛外海。这座岛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被完全抹去，直到后来才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。更诡异的是，当它重新回到地图上时，岛上原本的神秘设施已经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成千上万只的兔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米塔世界。今天我们要去冒险的地方是位于广岛的大久野岛。这里现在是大家口中的疗愈天堂，但我们更想带你一起去寻找那些隐藏在可爱外表下的神秘藏影。要去大久野岛，得先从中海港搭渡轮。码头这间小店布置得超级可爱，你可以在这里先买好船票。对了，如果你想跟岛上的居民搞好关系，记得在码头先买好兔子饲料。船程大约只要10分钟。当船慢慢靠近岸边，看着那座翠绿的小岛，真的很难想象它曾经被隐藏了这么久。而当你上到码头的那一刻，最先冲过来迎接你的，通常就是这些热情的小地主们。下船后，旁边有前往旅馆的接驳车，但我们决定不用接驳车，用走的去探索，因为唯有用走的，你才会发现那些地图以外的细节。走完整座岛屿大约需要2到3小时，这是一段非常适合静下心来的路程。走着走着，眼前的风景变了，一边是蹦蹦跳跳的兔子，另一边却是静静矗立的红色砖墙废墟。这里就是当年的毒气工厂，为了开发化学武器，这座岛在1929年后就从地图上消失了，变成一个不存在的黑洞。关于这些兔子的起源，岛上有一个很神秘的说法。有人说它们是当年产毒气时的活体侦测器留下来的后代。
然也有人说是后来小学生放生的。这种极致的可爱，对比沉溺的历史痕迹，正是大久野岛最吸引人的魅力。走在遗迹旁，风声吹过废墟的裂缝，那种声音真的会让你不自觉的鸡皮疙瘩。走到岛的另一端，你会看见这座洁白的灯塔。在岛屿被抹去，不准对外通讯的那段日子，这座灯塔是唯一每天在向外界发送信号的存在。它就像一个沉默的守望者。现在这里成了看海最漂亮的地方。我们坐在灯塔旁，看着濑户内海平静的海面，偶尔会有兔子跳过来陪你一起发呆。走累了，我们可以去休霞村的大厅坐一下。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集章活动，如果你有时间，左边岛上的角落收集印章，回到码头柜台时，还能换到一份神秘的小礼物哦。这就像是这座岛给旅人的一份冒险证明。这次的大久野岛之旅，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很特别的体验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生命最可爱的模样，也透过那些痕迹，看见了历史最真实的刻痕。或许这就是这座岛存在的意义。它用温柔的兔子治愈了伤痛，也提醒我们珍惜现在的和平。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关岛，就算不去读它的历史，来到这座岛屿上散步，期待在每个转角处遇到这些可爱旅人，也是一个很放松的体验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你跟我们一起走过这段有温度的时光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种慢慢走的感觉，记得订阅支持我们。我们下一个地方见。